中文儿化音的产生跟地区有非常大的关系，主要是受到各地方言的影响。中文母语者的口音也有可能会改变。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今天我们来聊聊儿化音。If you've been learning Chinese pronunciation for a while, you've probably noticed that 儿化 is used very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region, and it can be confusing for learners. In today's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 I'll show you how 儿化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Northern China, Southern China, and Taiwan, using real examples from native speakers. I'll also share some practical tips on how understanding 儿化 can help boost your Chinese fluency. I'll speak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but you can turn on English subtitles anytime.Don't forget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你有没有发现，听中文母语者说话的时候，会听到有人说一点儿，但是有些人却只说一点，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今天这堂课的灵感是来自一位细心的观众，他看了我在第64集那堂课，并且在留言区提出了一个问题：一点儿也不怕这句话应该说一点儿还是一点？一点儿跟一点的差别，就是中文腔调里一个有趣的特色——儿化音。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儿化音，顺便帮这位观众解答他的疑问。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个观念，中文就像英文一样，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母语者，他们的口音也不太一样。中文儿化音的产生跟地区有非常大的关系，主要是受到各地方言的影响。儿化音是中国北方方言的特色，这是南方方言里没有的。尤其像是北京或是中国东北这些地方，人们说中文的时候，儿化音的使用频率就特别高。而在中国南方，人们说中文的时候，儿化音的使用少了很多。这是因为儿化音并不是南方方言的特色。至于台湾，儿化音的使用就更少了。台湾人的祖先大多是从中国南方的福建地区来的，所以台湾人的中文腔调跟中国南方是比较类似的。再加上受到日语和英语的影响，产生了很多外来语，所以大部分台湾人说中文的时候，儿化音
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台湾人会说儿化音呢？等一下就会提到了。总之，不论是在台湾还是中国南方，人们说中文的时候比较少用儿化音，并不是完全不用，但是用的很少。那么用很多儿化音跟用很少儿化音听起来到底差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些中文母语者实际说话的例子，这样你就会更清楚了。这些例子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网红 YouTuber， 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看看。我们先来听听中国南方的母语者是怎么说的。首先是来自上海的 Amanda， 你可以加一点生抽调调咸味，大概2大勺，再加一点老抽，可以调调颜色。他说你可以加一点生抽调调咸味儿，大概2大勺，再加一点老抽，可以调调颜色。这里的一点生抽跟一点老抽都没有儿化音，不过咸味儿是有儿化音的。再仔细听一次。你可以加一点生抽调调咸味，大概2大勺，再加一点老抽，可以调调颜色。接下来是来自江西的美食 YouTuber 王立洲。是我点的馄饨，不过呢，它这个馄饨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式馄饨呢，看过去还有点不一样。他说看过去还有点不一样，这里的有点不一样也是没有儿化音的。再仔细听一次。是我点的馄饨，不过呢，它这个馄饨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式馄饨呢，看过去还有点不一样。接下来是来自四川的厨师想念。锅内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稍微多一点。他说锅内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稍微多一点。这里的一点也都是没有儿化音的。再仔细听一遍。锅内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稍微多一点。你听出来了吗？在这些中国南方人的例子里，他们都习惯说没有儿化音的一点跟有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中国北方的母语者是怎么说话的。在中国北方，人们说中文的时候会用很多儿化音，尤其是北京人以及年纪比较大的人。首先是来自西安的小高姐，她的频道是我最爱的料理频道。加入水，水比较多一点。她说加入水，水比较多一点儿。这里的一点儿就是最典型的儿化音。再仔细听一次。加入水，水比较多一点。接下来是来自北京的厨师唐人杰。那会儿说实话，我就觉得他家有点贵，但是他不是。他说那会儿说实话，我觉得他家有点儿贵。这里的那会儿跟有点儿贵都是儿化音。
他说话说得比较快，我们再仔细听一次。那会儿说实话，我就觉得他家有点贵，但是他不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2位北京的年长者非常有趣的互动。见粉丝得美一点啊！你美一点，我穿什么，宝贝儿？太太说：“见粉丝儿得美一点儿呀。”先生说：“你美一点儿，我穿什么，宝贝儿？”这里的粉丝儿、美一点儿跟宝贝儿全部都是儿化音。我们再仔细听一次。见粉丝得美一点啊！你美一点，我穿什么，宝贝儿？接下来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小令，他是一位最近爆红的财经类 YouTuber。我隔壁有个老王，藏了点私房钱，是个大富豪。他说藏了点儿私房钱，这里的点儿就是一点儿的简称，也是最经典的儿化音。再仔细听一次。我隔壁有个老王，藏了点私房钱，是个大富豪。你听出来了吗？这些儿化音像是一点儿、有点儿、宝贝儿，它们都是北方腔调里很鲜明的特色。对于平常很少说儿化音的南方人来说，第一次听北方人说话也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所以如果你听不懂中国北方人说的中文，那是非常正常的，不需要感到沮丧。如果你想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内容来提升中文听力，可以参考第78集的节目。回到那位留言给我的观众，他听到我说一点儿也不怕，感觉很疑惑。台湾人不是应该要说一点也不怕吗？其实就像英国人也有可能会说美国腔的英文一样，中文母语者的口音也有可能会改变。这种腔调的改变常常是因为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而造成的。以我自己来说，虽然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但是很多中国人听我说话会以为我来自中国南方。这是因为我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中国朋友，我跟他们说话说久了，口音慢慢的受到了影响。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每天都会听中国创作者的 podcast， 或是看中国 YouTuber 的影片，不知不觉的就被潜移默化了。潜移默化是一个常见的成语，意思是人的习惯受到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所以平常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不自觉地冒出待会儿见或是一点儿。我再举2个实际的例子，这2位都是来自中国的人气网红。首先是移居加拿大的深圳女孩 Rainy， 肩带很粗，所以背到肩上一点都不疼。深圳在中国南方，照理说儿化音应该要很少，像是一点，但是她却说
一点儿都不疼。再仔细听一次。肩带很粗，所以背到肩上一点都不疼。另一个例子是网红厨师王刚。鱼翅略小一点儿，花椒要小一点儿。王刚和刚才的四川厨师想念，两位都是四川人。想念说话的时候不太用儿化音，但是王刚却会使用。他说鱼翅略小一点儿，花椒要小一点儿。我猜想可能是因为王刚在中国各地学过厨艺，所以他的腔调也多少受到了影响。我们再仔细听一次，比较两位四川厨师的口音。锅里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稍微多一点。鱼翅略小一点儿，花椒要小一点儿。那么，身为一个中文学习者，到底该不该学儿化音呢？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如果你自己很喜欢听中国北方人说的儿化音，希望自己的中文听起来跟他们很像，那当然值得学。如果你住在中国北方，或是未来打算去那里居住，为了能跟当地人沟通顺利，我也建议你最好学一点儿化音。但是如果你住在很少人说儿化音的中国南方或是台湾，却一直对着当地人说儿化音的话，听起来可能会很别扭，反而不太自然。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比如常去中国北方出差，或是跟北方人做生意，有强烈的需求，那当然值得花时间学一点儿化音。除非你很喜欢儿化音或工作需要，否则不用太担心，也不用特别研究要怎么把儿化音说好。非母语者刻意去模仿儿化音，可能会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中文母语者的儿化音是受到方言的影响，但是非母语者的中文学习者不用方言，所以听起来可能会不太自然。而且超过一半的中文母语者说中文的时候是很少用儿化音的，有些甚至完全不用。比起花时间刻意模仿，不如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多练习中文听力，多听中文，让你的耳朵习惯不同的中文腔调，让沟通更顺畅。中文腔调是很多样化的，如果你想要提升自己的中文实力，请找出自己听力的弱点。比如说，你对儿化音用的很多的北京腔总是听不太懂，那你就找一两位说话带有北京腔的中文母语者，每天都听他们说话，听久了自然就会习惯，以后
跟来自北京的中文母语者沟通也会更顺利。如果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给我一个赞。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意见，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